大家注意看，咱們往這個電飯鍋裡面呢，給它放入2勺的這個紅糖啊，然後呢，再給它放入2個提前打好的這個雞蛋，再用我們的勺子呢，給它充分的攪勻化開啊。出鍋啊，您就解鎖一個紅糖最好吃又簡單的新做法，而且呢，咱們這個全程沒有油煙，手還不沾麵粉啊，咱們做出來呢，這99%的人啊都沒有見過。今天啊，我就把這個做法呢分享給大家啊，把這個雞蛋和紅糖呢，給它充分的攪勻化開，攪不開也沒關係啊。咱們這個時候呢，因為這個紅糖裡面呢，它有很多的小疙瘩，這個時候呢，可以往裡面呢，給它加入60度的這個開水啊，4勺，往裡面加入4勺就夠了啊。因為加入開水的話呢，可以讓這個紅糖呢更快的加速它的溶解。然後呢，咱們繼續呢給它攪勻，直到把這個紅糖全部攪勻化開之後呢，等到這個水溫稍微降下來之後呢，咱們呀就可以往裡面放入酵母粉了啊。咱們在放酵母粉之前呢，來測一下這個水溫啊，把這個手呢放在上面，這個水溫呢是溫溫的不燙，這個說明這個水溫呢剛剛好。如果說咱們把這個手放上去之後呢，有點燙，說明這個水溫呢太高了啊，咱們需要等一會兒再放這個酵母粉，知道嗎？因為咱們這個酵母粉呢在30度左右啊。如果說咱們這個水溫太高的話呢，會把這個酵母呢給燙死了。然後呢，咱們這個就算你等的時間再長呢，它都化不開了啊。如果說水溫太低的話呢，咱們就把這個酵母粉等的時間太長了，而且呢發酵的時間也太長了。咱們這個耐高糖的酵母粉呢，它是5克啊，咱們全部給它倒進去啊。把這個酵母粉放進去之後呢，同樣的，咱們也是用這個勺子呢，充分的給它攪勻化開。攪勻化開之後呢，家人們想要這個紅糖發糕做出來顏色又好看又好吃的話呢，在這裡我給大家分享一個小妙招啊。家裡面要是有這個老抽的話呢，可以給它來上2滴啊，2滴就行了啊。然後呢，再用這個勺子呢，給它攪拌均匀。咱們這個老抽呢放進去之後，只會讓這個紅糖發糕做出來顏色更加的漂亮，而且呢更加的好吃，不會吃出來老抽的味道的啊。給它全部攪勻之後呢，咱們往裡面放入麵粉啊，咱們家裡面的這個中筋麵粉就可以了啊。這個麵粉和這個水的比例呢，它是1:1啊。剛才我們勺了4勺的這個水進去，對不對啊？這個麵粉呢，我們也同樣要勺4勺啊。但是在勺的時候呢，怎麼樣可以像我這樣給它冒點尖尖就可以了啊。家人們，咱們平時在做的時候呢，稠了可以往裡面加點水，稀的呢就加點粉啊。咱們在學習的時候呢，一定要注意活學活用啊，千萬不要學死啦。然後再用這個筷子呢，給它充分的攪勻化開，把這個紅糖和雞蛋呢，給它充分的攪勻化開啊。咱們給它攪拌成像視頻中這個樣子，有點像酸奶一樣，比酸奶呢稍微濃稠一點，能掛住這個筷子掛糊就可以了啊。然後呢，怎麼樣？給它扣上這個蓋子呢，給它放在家裡面溫暖的地方呢，給它醒發至2倍大啊。但是說咱們每個家庭裡面的溫度呢都是不一樣的啊，所以呢中途呢咱們一定要常看看，給它醒發2倍大就可以了啊。家人們，我呀每天都會分享一道美食，如果說您覺得小曼的視頻覺得對您有所幫助的话呢，可不可以动您發財的小手，幫我點個免費不要錢的小紅心，支持鼓勵一下呢？小曼啊在這裡祝您的父母啊身體健康，祝您的孩子呀學業有成，同時也祝您多進錢少生氣，真的非常感謝大家了。好了，時間到了，咱們這個麵呢已經醒發的差不多了，咱們打開蓋子來看一下。哇塞，你看咱們用這個好的酵母粉醒發出來的麵啊就是不一樣。然後呢怎麼樣，再用個筷子呢給它攪拌一下，給它排氣啊。哇塞，大家來看一下，全都是蜂窩狀。那我用普通那個发酵粉行不行啊？當然不行啦！你看像咱們這個紅糖發糕的話呢，它是不是放了很多的糖啊？那就得用到咱們這個耐高糖的酵母粉了啊！你看像咱們上川家的，它是個老品牌啊，大廠家發的國貨。一包呢净重是5克，逢年過節呢在家用它蒸個包子啊、花卷啊，或者是用它做各種的發糕啊，那都是特別方便的啊，咱們不用稱。那這麼好的這個酵母粉，那肯定賣得很貴吧？我告訴你啊，它一點都不貴，像咱們在超市一包買這個酵母粉的話呢，一包都要賣到個2塊錢啊。你像去超市買的話呢，買5包是不是得花個10塊錢了？你像咱們家的話呢，它只需要一個快遞費9塊9的價格呢，就給大家20包包郵到家啊！這個福利呢是特別大的。
現在咱們活動呢快要結束了，咱們有需要的哥哥姐们呢可以趕緊拍上個1單帶回家去試一試啊。把這個氣排完之後呢，家裡面要是有食用油的呢，可以給它來上2滴啊。這個是為了方便咱們後續更容易的脫模，而且呢，等到咱們這個發糕蒸熟之後呢，咱們可以吃起來口感呢不會發硬啊，更加的細膩綿軟。把這個麵整理好之後呢，咱們也給它來上一點紅棗，給它裝飾一下啊。家裡面要是有那個葡萄乾的話呢，也可以放一點葡萄乾啊。再來上一點枸杞啊，可以給它點綴一下。最後給它來上一點黑黑的白芝麻，這個時候呢，咱們呀可以給它蓋上蓋子，給它2次醒發啊。2次醒發呢，咱們是特別重要的啊。咱們期間呢不用通電，咱們這個2次醒發是特別重要的啊。如果說咱們不醒發的話呢，後面咱們這個發糕呢就蓬鬆不起來了，不僅影響賣相，還影響口感啊。給它醒發個10到15分鐘的時間，等一下咱們一起來看看啊。好了，時間到了，咱們這個紅糖發糕，咱們2次醒發後呢，咱們也按煮半徑給它煮了一下，然後呢也給它燜了個5分鐘，咱們來看看效果怎麼樣啊。哇塞，真的是太漂亮了啊！家人們來看一下，做得非常成功啊，有點燙啊，咱們來給它拿出來脫個模啊。接下來咱們把這個發糕給它改個刀啊。哇塞，家人們真的是太 Q 彈軟糯了，咱們來看一下啊。來，家人們來看一下這個發糕啊，真的是特別的 QQ 彈彈，蓬鬆暄軟的，一點都不比外面的差。你看，我都忍不住想要嘗上一口了。好，咱們現在就來嘗上一口，看做的怎麼樣啊？真的是太香太好吃了，特別的暄軟啊！強烈建議大家都收藏回家去試一試啊，絕對不會讓你們失望的。還有家裡面要是沒有這個酵母粉的話呢，咱們可以拍上個1單帶回家去試一試啊。